在没有，我用了联机宝。哇！联机加速，快人一步，启用联机宝。全宇宙的华人玩家，各位好，我是聂俊。我们聊过很多游戏的时候呢，都会想要追溯某个精妙设计的源头啊，来让大家更好的理解这种设计。但经常一追溯就总会发现，他们都汇聚到了一款游戏身上。因此我们就知道，总有一天我们要认真的聊聊这个游戏。所以这期我们尝试回到很多游戏设计理念的本源——任天堂的《银河战士》（Metroidvania Game） 类银河恶魔城游戏。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游戏类型命名方式啊！它不用动作、解谜、扮演、射击这种大家能立马明白的概括性的词语，而是把银河战士和恶魔城这两个系列的名字强行拼在一起，制造了一个新单词。那人们之所以不用玩法的概括来命名，一方面当然是这两位同学太成功、太有名了。那另一方面呢，也是在于这个类型是个复合类型，无法简单的用概括玩法。那当然，一个游戏复合了多种玩法，现在看来是很普遍的，但在技术有限、游戏分类清晰的30年前，那是非常先进的。那初代银河战士呢，就涵盖了复杂的操作的动作元素，也有场景互动的传统解谜，更有极具标志性的迷宫探索。克服障碍、解开谜题、收集资源、打败强敌，一点点扩大自己移动的范围，俨然已经成为了现在现代大型游戏的框架。如果非要用玩法概括来命名的话，那就得叫平台跳跃动作解谜探索射击游戏，简称PAPSG， 什么鬼？因此，银河恶魔城没有固定的定位，可以更偏向硬派动作，可以注重武器装备，也可以高难度的平台跳跃，甚至可以不用是2D 横版。那事实上，银河恶魔城里的恶魔城就已经算是这个类型的变种之一了。复合、善变以及良好的兼容性，都是银河恶魔城难以被总结的原因。与其说它是种游戏类型，倒不如说更像一种设计理念。那我们先把系列 3D 化后的 Prime 放一边了，因为变化太大了已经算是另一个系列了。本期就从传说最开始的地方开始讲银河恶魔城里最初、最纯粹、最具代表性的，由萨姐领衔的最强祖师母 2D 银河战士系列。关于银河战士的诞生，那是一个非常传奇的历史时刻就是老任突然想做一个太空题材的射击游戏，顺便结合马里奥的动作与萨尔达的解谜，作为自家游戏类型的补充没了，传奇吧不过从时代背景来讲，很多人会忽略当时制作游戏的一个隐藏限制，在 FC 上制作游戏，减少体积是一个大学问。国内很多人玩的都是几合一、几十合一，甚至几百合一的盗版卡带，可能没这个概念的，以为一卡在手，天下我有。但80年代 FC 刚发售那会儿，别说2合一了，一张卡带能不能放下一个游戏，都是让人头大的事情这个问题在 FC 的初期尤为严重，64 KB 的容量，在今天连一张小姐姐的照片都放不下。银河战士所强调的巨大地图、完整世界，那就是想太多了然而卡带其实并非 FC 的唯一载体。在 FC 发售的第3年，任天堂推出了一套特殊外设 FC 磁碟机，这让 FC 可以读取任天堂定制的软盘。那当时的软盘呢，不仅比卡带便宜，更重要的是容量上限提高至了128 KB 可以纠结放哪张小姐姐了，彻底改变了游戏的制作规模。现在成为经典的萨尔达传说系列，最初就是任天堂为了展现磁带机的可能性而专门制作的游戏。那银河战士呢，同样可以理解为在这个大背景之下，横井军平带领的第一开发部制作的另一款针对磁碟机的示范案例。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说，银河战士的诞生并非全是创意的巧合，它更是那个年代特有的硬件迭代所催生的商业产品。如果当年卡带成本够稳定任天堂也不会选择推出磁碟机，也就不会为了推广磁碟机而刻意挑战传统游戏的形态。萨尔达、银河战士等等许多游戏的样子估计就是另一个平行宇宙了。虽然结果来说磁碟机是个失败的产品，后期因为成本和容量的改良又用回了卡带，但这个有趣的插曲如今看来也是塞翁失身任天堂或许赌输了一个技术，但它换来的那些杰作又怎能是金钱可以衡量的呢？
那是很多很多金钱。银河战士的特殊在于它就是想要突破任天堂自己的传统。马里奥的玩法讲究的是操作时机，目的是到达终点。那敌人的行为逻辑与角色无关，没有人会在乎蘑菇仔为什么在路上来回晃荡，甚至没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个板栗所以游戏本身是鼓励玩家躲避敌人的。银河战士呢，则反其道而行之，更具有侵略性的怪物行为，并让杀敌变成了回血的手段，从而鼓励玩家见到敌人就是干。对当时的人来说，横版游戏从左往右推进画面，就像打开 B 站要看 Gameker 一样理所当然的。但是银河战士却允许玩家按照意愿自由地决定前进的方向。那老游戏呢，喜欢用关卡来区分流程，那他们就去掉这个隔阂，创造了一个真正完整连续可以自由往返的2D 开放地图。所有这些合在一起都不用谈好不好玩了，光是银河战士的存在，对80年代的玩家来说就足够奥利给了。不过真正让银河战士成为经典的，还是它成熟的游戏设计理念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如果说初代马里奥是游戏开发的入门课本，那银河战士就是实用教程了。很多设计发展到了今天，已经成为关卡设计的规范了。以初代银河战士为例游戏开始没有任何提示，直接把玩家丢进了关卡里。这时候有2个细节：第一，角色出生就默认残血，再贴心的安排2个满脸写着“快来打死我”的弱鸡敌人在头上瞎转。那满足了敌人的 SM 喜好之后呢，会掉落甜甜圈。于是玩家知道了游戏有了血条，而且可以打怪回血。第二，起始画面的构图大致左右对称，暗示了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前进的方向。即便玩家没有理会到这个用意习惯性的往右走，也会立马来到这个场景，面对仅有的一个通道感叹自己实在是太高大威武了，无奈掉头回到了起点，向左前进。跳上障碍物就能发现原来旁边就是第一个能力变形球。那转过身来，刚刚的阶梯变成了无法越过的高墙，只有最下面和之前的死路一样留了一个通道。在本能的驱使下，玩家会下意识的按下键，就会触发变形球能力通过障碍。至此游戏没有给出任何文字说明，也没有任何 UI 上的引导，甚至都没有解释那个布灵布灵的球到底是啥东西。短短的1-2分钟，仅靠关卡设计就让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类型的玩家学会了变形球的使用方法，明白了血条，知道了这个游戏和传统横版游戏不一样，然后往右走不一定是正确的，并且掌握了通过获得能力来解锁更多区域这个银河战士最核心的游戏玩法。这就是银河战士所崇尚的引导逻辑，教会玩家自己思考解决方法，而不是单纯的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套路或许已经变成了大多数游戏的标配，但34年前，在那个不看说明书可能都无法知道游戏如何操作的年代里，银河战士无疑是超前的。它的这段开头和初代马里奥第一关一样，经典的载入了历史和教科书。然而它厉害的还不只是这个开头，初代银河战士还有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泰拉瑞亚那期提到的吸引毛。虽然说初代马里奥也有这概念了，但是我觉得游戏史上第一个把吸引毛发挥到极致的就是银河战士。银河战士里遍布了大量的隐藏的砖块、隐藏的通道，但如何不给出文字说明，又让玩家意识到隐藏要素的存在，吸引毛就是至关重要的，也就是敌人了。敌人出现的地方也意味着制作组想让玩家过去。所以在游戏开始后的第2个房间里，我们就会看到画面下面游荡着一个特别显眼的家伙，地面还特地采用了带有裂纹的砖块，疯狂的暗示了玩家这下面是可以过去的那当我们随后拿到了爆炸能力回到这里时，之前的猜想就会获得证明，玩家会进一步确信敌人即道路的逻辑。但这套套路才施展了一半制作组真正的目的其实是这个房间，没有了碎裂的砖块下面还是危险的岩浆，怎么看都是不能下去的嘛。但偏偏就是有个家伙在眼皮底下活蹦乱跳，让我们想起了最开始那个房间。所以银河战士故意设计了一个看似矛盾但却又别无选择的场面。当大家最终发现没有裂缝砖块也有可能被破坏，发现那片岩浆居然是没有伤害的假象，发现它的下面原来真的是别有洞天，那有点想象力的玩家都会开始满地图的寻找隐藏通道。游戏再一次让玩家自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从最初的活人变球，到通过炸弹的冲击反推出画室移动，再到把敌人变成垫脚石的冷冻枪，不断遇到困境又不断获得打破困境的能力，再加上游戏非线性的流程，能力的获取顺序也可以变动，甚至不必获得全部能力照样可以通关。地图里还隐藏着多达21个导弹与8个能量罐，每个人的体验都互不相同，最终成就了这款游戏的研究价值。
那多变的流程对于80年代那会儿一款游戏就能玩上几百遍的游戏玩家来说，绝对是宝藏级的游戏经历。当然，以上都是以那个年代为前提的。初代《银河战士》毕竟是 FC 游戏，不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多，有超前的部分但也有老游戏蛮不讲理的作风。光是没有地图这一项对现代玩家来说，基本就直接判了死刑了。玩这游戏不自带纸笔，不出20分钟就会变成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去哪的哲学3连。宫崎老贼露出了战神的微笑。那之后 GB 上的续作《银河战士2：萨姆斯归来》，没啥值得一提的进步甚至还抛弃了非线性的流程，改为了阶段性推进的分区结构。再加上 GB 的屏幕导致同一画面内玩家可见区域大幅缩水，总有种摸黑走路的憋屈，非常影响游戏核心的探索，成为了2D 银河战士中最不受待见的一作。也许是憋了一口气吧，在2代的表现不佳后，1994年的 SF7 上的第3作《超级银河战士》直接脱胎换骨，彻底征服了当时所有玩家。其变化之大，基本可以理解为第一次玩上了《荒野之息》这样的感动，一举奠定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类银河恶魔城游戏的基调，直接影响了后面月下夜想曲的诞生，可谓一作封神。超级银河战士首先进化的就是游戏画面，尤其考虑到了前作因为平台关系表现力不升反降，那超级银河的改变就更是令人印象深刻了。设备齐全的空间站，热到扭曲的背景，阴森诡异的雾气，藤蔓上的荆棘，电缆上的火花，缝隙间的虫子，甚至可以看到主角萨摩斯的盔甲因为呼吸而上下浮动的细腻过渡。别小看这一点这在当年相当于3080 RTX ON。即便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也依旧属于尚且不错的范围，可想而知当年的他是多么的彪悍的。第2大改变就是加入了地图，这个小小的功能对玩家来说可能只是种便利，但对超级银河乃至整个品类来说，意味着设计理念的更新换代，因为可以直观的知道哪里去过，哪里没探索，这代表了游戏世界可以做得更大了，可以承载更复杂的行为逻辑。那借助这2个飞跃，超级银河对部分环境做出了视觉的提醒，地上的缝隙，天花板上的缺口，那有秘密的地方都有细微的特征供人辨识，不再像以往一样只能傻傻的地毯式探索，而且在地图上对隐藏物品的地区进行了标识，即便是没有视觉线索，玩家也会自己想办法寻找，从而培养了玩家对游戏如何藏东西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系列老玩家遇到角落就忍不住炸2下，已经成为了肌肉记忆了。那当玩家连这种难度也都能猜对大半时，超级银河就更进一步，直接提供了透视功能。反正普通套路已经很难奏效了，与其重复低级的躲猫猫，不如送一份便利，然后再光明正大的提高隐藏的级别。总之就是尽量不加强无意义的谜题，保证玩家把失败归咎在自己而非游戏身上，并且引导玩家去反推开发者的思维方式。就像现在画面中显示这2个案例一个利用了玩家为了出去会放炸弹的必然行为，故意安排了一个看不见的隐藏通道，另一个则通过画面与地图信息的矛盾诱导玩家进行实验。那相比前2作的稚嫩，超级银河的引导不光更频繁，也更自然更隐蔽。同时虽然有了区域地图，但地图所显示的只是大概结构，没有具体的地形地貌，而且有许多分支路线并没有标明，那既保证了玩家对地图结构的理解，又不会具体的丧失探索的乐趣。那这种地图的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的同类游戏里。那还记得前面说过那个变形球的设计吗？在玩家碰壁之后会选择回头，因为我们没得选了。这种通过暂时的限制来诱导玩家的设计，在超级银河里运用的更加精妙了。比如同样是开场，从飞船下来后一路前进，前后遇到了3道门和1个入口，其中红门需要导弹，另外2扇门和入口需要变形球，全都无法通过，只能通过最后1扇门继续向下，并回到了初代银河战士里最开始的经典场景，然后在同样的地方获得了变形球能力。那虽然大部分人应该会在这里稍微搜刮一下，但如果就是有人心急火燎的企图返回，也会发现回去的路上有一道门被强制关闭了因为刚才的地下世界还藏有一个导弹能力，所以这道故意关闭的门其实在保护玩家。玩过超级银河的人多半都能感受到本作的前半段流程，玩家和游戏的关系就像是山羊和牧羊犬，
游戏看似给玩家了一个巨大的草原，到处探索，不断的发现新大陆，但真正的行为范围其实早就被牧羊犬给限定好了。实际到玩家终究只能乖乖的回到农场。那这就是一个庞大且精心设计的新手教程，它展现了这个世界的深度和宽度，让玩家对之后的探索有了心理预期，又确保玩家获得并学会必要的技能。那当这2点都满足了之后，超级银河战士的真正精髓才浮出水面，而这个转折点就是这里。是的，兜了一大圈，超级银河战士让玩家回到了起点，这感觉就像极了黑魂1中敲响了并春第2个大钟后，发现自己居然一路返回了传火计时场的那种震撼。惊讶之余似乎也暗示了游戏在向我们说，是时候开始真正的冒险了。对了，类魂游戏同样是一个无法用玩法来概括的类型名字，是不是有种超级英雄带来自同个星球的感觉呢？不过不同于黑魂1明确的指导玩家前往赛人古城，超级银河从这开始彻底改变了游戏的基调。之前的流程，玩家总是被游戏推着前进，然而现在玩家已经获得大部分和探索有关的技能，所以与其说游戏放弃了引导，倒不如说现在玩家去哪里都能发现新的路线。在看似没有逻辑的行为下，不经意发现一个新的场景、新的物品、新的 BOSS， 这种毫无征兆的喜悦和满足，就是银河恶魔城最让人着迷的地方。当然，单纯的再跑一遍地图就太无聊了。超级银河为了玩家准备了很多惊喜，比如超级经典的玻璃罐，游戏特地制作了另一个战损并附带暗道的版本，来暗示玩家这东西是可以破坏的。那这让我想起了初代银河的假岩浆很隐蔽，但又确实有线索。如果玩家试探性的在这里放下了一个超级炸弹，那它就会还给我们一整个全新的水下区域。不过要说我个人最喜欢的，无疑还得是这3个很吵的外星猴子和这个酷似鸵鸟的神秘生物，因为他们的出现告诉了我们一个惊人的事实，原来主角萨姆斯身上一直存在着蹬墙跳和超级跳跃这2个隐藏的进阶技巧。任天堂真有你的呀！超级银河完全可以把这2个功能作为特殊能力摆放在游戏的某个隐藏角落但它没有。游戏利用了其成熟的关卡设计，让玩家对其产生100%的信任，并利用这份信任，在我们眼皮子底下将这2个特殊的操作隐瞒了下来，最后用意想不到的方法在玩家面前解开谜题似乎嘲讽一般的告诫我们，别太自信哦，你不知道的秘密还多着呢。是的，超级银河战士的秘密实在太多了，整个后半段流程带来的不光是非线性的顺序，同样也有不少非通关必要的隐藏能力，更强的武器，更多的弹药，更夸张的行动能力，之前被各种限制的怨气现在全都一股脑的发泄出来，畅快的击杀每一个敌人，熟练的解开每一种谜题。游戏至此，玩家已经进入了越探索越强，越强则越方便探索的无限自嗨模式，一路高歌猛进，完全停不下来。不只是探索这个世界的秘密，更能在自己身上发现新的可能。对我来说，这或许就是银河恶魔城的终极追求吧。那回顾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超级银河战士的伟大之处和荒野之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就像后者告诉了我们，开放世界的自由需要建立在必要的束缚和合理的引导之上。超级银河战士同样在26年前就向世人证明了，出色的线性引导和优秀的非线性沙盒并非水火不容，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结构成熟、内容丰富、思维缜密、充满了巧思与诡计的完美地牢。时至今日，银河战士的价值早已超脱了一款游戏的范畴。作为最纯粹的银河恶魔城，那不光是名字，它所奠定的理念同样化为了血肉，融入到后世每个追随其脚步的经典作品。最后这段我要聊的是银河战士的叙事。那可能有人会奇怪银河战士不是典型的任天堂式的以玩法为核心的游戏吗？它还有剧情？对，银河战士不光有剧情，还是老任难得一个有明确时间线的系列。银河战士的很多设定都很不任天堂，写实的怪物，阴森诡异的场景，地点在遥远的外星球，原住民的鸟人雕像充满了神秘的宗教气息。主角萨姆斯全身盔甲，冷冰冰的看不到情绪波动，音乐更是和欢快没有5毛钱关系，低沉空洞，隐隐透着一丝恐惧，
满是太空的孤独，一点都不合家欢。唯一谈得上有趣的可能就是谁都没有想到萨姆斯铠甲里居然是个妹子，而且还从初代开始就制定了通关时间越短，结局画面萨姐就穿得越少的神仙设定。FC 那版甚至可以变成比基尼引得无数少男少女从此踏上了极限速通的不归路，手都撸出了一层老茧只留老任淡定的事了拂衣去，深藏功与名高，实在是高哦，对了，银河战士其实不是官方名字，它的英文名叫 Metroid， 神游版翻译为密特罗德，所以银河恶魔城其实应该叫密特罗德恶魔城。那就像萨尔达不是塞尔达传说的主角，这密特罗德也不是玩家操作的萨姐。密特罗德是游戏里一种幼年形态酷似水母的外星生物，因为它拥有可以吸收任何物种生命力的变态设定，所以经常被拿来做奇怪的研究。那系列的大部分故事都围绕它展开的。不难发现，银河战士借鉴的其实就是异形，特别是密特罗德从蛋里孵化，趴在头上吸取能量的设定直接让人联想到童年阴影爆脸虫那我们都知道，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让科幻题材大放异彩，到了80年代，科幻作品更是井喷式发展。作为这个时期里诞生的银河战士，也带着那个年代科幻作品标志性的对宇宙的敬畏、对自己的反思以及反战。所以别看它玩起来跑跑跳跳的，但它其实真的是一个氛围特别严肃、基调特别成人黑暗的系列。就我个人而言，银河战士恰到好处的诡异氛围，甚至比它的优秀关卡更吸引我毕竟看我那么喜欢魂系列，就知道我天生好这口然而不同于魂系列看着世界走向衰败的无力感，银河战士强调的是对未知的恐惧、对生命的敬畏，以及茫茫宇宙只身一人的孤独。而这也与游戏主打的探索玩法相辅相成当然这样的定位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最初的时候，银河战士其实并不在意剧情，各种角色设定、背景故事全部都只停留在说明书里。打开游戏就被扔进了关卡，通关了就脱衣服。不知道的还以为我在玩什么奇怪的东西不过转机很快就出现了。虽然第2代萨姆斯归来单论游戏性谈不上多好，但他就创造了银河战士史上第一个经典画面 Baby 的诞生。在此之前，密特罗德作为一种究极生物，就像异形一样代表着绝对的危险，是必须清除的对象。整个萨姆斯归来就是围绕他们展开的。我们需要寻找并击杀几十只密特罗德。然而当玩家经历了漫长的冒险，一路见证并猎杀了从幼年到女王的各种形态的密特罗德，以为自己终于完成任务可以回家的时候，游戏却在故事的最后安排了这样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情节。第一次的萨姆斯没有痛下杀手，并将这个小家伙称呼为 Baby。 从这开始一直到返回飞船游戏通关，一路上我们不会再遇见任何敌人，无声的收尾仿佛一块隐形的石头悄悄地压在了玩家的肩头。之前的那一路的猎杀到底是不是正义的？ Baby 的出现不光带来一个特殊的结局，也是银河战士整个游戏利益的转折点。那到了超级银河战士这代，游戏在剧情和氛围的营造上更是加大力度了。开场方式就和前2作截然不同，寂静的空间站，倒在地上的研究员尸体，道路的尽头是被关在玻璃罐中的 Baby。 黑暗里萨姆斯的宿敌利德雷慢慢显现，在一场猝不及防的剧情战后，跑出了摇摇欲坠的空间站，紧随着掳走了 Baby 的利德雷，我们再次回到了所有故事开始的地方，行星 SR388。那这段极具感染力的开场从一开始就展现了本作把控玩家情绪上的强大实力。第一次，玩家不是为了杀死什么怪物，而是为了拯救另一个生命踏上了冒险。那在之后的流程里，游戏也通过了敌人和 BOSS 安排了不止一次的母子剧情，这些看似不必要甚至难以被察觉的细节，其实都是游戏对玩家与 Baby 关系的一种映射，而这些点点滴滴都在为最后的爆发做铺垫。终于我们击败了利德雷，但破碎的玻璃罐里并没有 Baby 的身影。继续探索，一个巨大的密特罗德挡住了玩家的去路，那正是被宇宙海盗改造后的暴走的 Baby。 在他即将杀死玩家的前一刻奇迹发生了。生物的本能让 Baby 认出了萨姆斯，松开獠牙的他恢复了往日的平静。那熟悉的渴望母爱的温顺叫声，一下子就把人们从命悬一线的战斗拉回到了第一次见面的那个黑白画面。然而现实是残酷的，萨姆斯和 Baby 的对立身份早就注定了结局。最终在与母脑的大决战中，为了保护玩家， Baby 牺牲了自己。这一刻获得了 Baby 生前最后能量的萨姆斯进入了暴走状态，仿佛就是要宣泄愤怒一样。游戏让玩家对不可一世的母脑进行了单方面的虐杀，逃出地牢，坐上飞船，游戏正式结束。画面上惯例的显示着任务完成的字样但只有玩家自己知道，这场冒险没有赢家。那不得不说，超级银河这座真的是6边形战士
游戏在不影响核心玩法、不弹出剧情文本的前提下，纯靠关键节点的几个事件演出，就把整个故事描绘得活灵活现。其中玩家与 Baby 的关系的微妙刻画，更是做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可以说，正是萨姆斯归来那个不走寻常路的结局，为超级银河的成功赋予了灵魂，又反过来为系列继续在叙事方面的发力埋下了种子。那8年后的2002年，这颗种子终于开花了。第4部也是最后一部2D 的银河战士新作，许多国内玩家的入坑之作《银河战士融合》发售了。融合是一款很特殊的银河战士游戏啊，在结构上它舍弃了超级银河的非线性流程，重拾了萨姆斯归来的分区设计。绝大部分时候，玩家只能在剧情允许的区域进行探索，而且这次游戏还给我们安排了一个 AI 指挥官。银河战士第一次出现了对话文本，甚至萨姆斯本人也第一次在游戏中拥有了独白，一切都预示着剧情将会是融合的一个大重点。那虽然为了剧情妥协了结构，但融合并不是像萨姆斯归来那样是个会让人抱怨不好玩的游戏啊，因为我前面说过了，大部分玩家在银河恶魔城身上寻找的其实是不经意发现什么东西的喜悦，而这些通过精心设计的剧情编排同样可以模拟。相比于之前的系列作品，融合的一大特征就是它开始用敌人和场景来辅助叙事了。以前期的2区为例，这是一个被一种可以模拟任何生物的 X 细胞所感染的实验室。X 细胞已经模拟出了萨姆斯本人，甚至比真真还要强大，遇上了只能跑路。当玩家得知了这个情报啊，抱着紧张的心进入2区时，却发现这里的敌人啊全是没有威胁的毛毛虫。直到玩家找到炸弹能力之前，既不会遇到自己的拟态，也没有正儿八经的敌人。但是当入手炸弹准备离开后，回去的通道啊却被炸毁了。能做到这一点的只有拟态，气氛再次变得微妙。那一番探索，我们会遭遇一个 BOSS， 以杀死这个 BOSS 为节点，之前场景里的毛虫全部原地化解，整个场景陷入一种不祥的死境。在紧张的氛围下啊，拟态终于登场了。好在游戏只是想吓唬玩家一下。长舒一口气的我们啊，刚离开房间，虫茧又一次变化了，虫子已经快要破茧而出了。那带着不安的心情，2区的探索告一段落。那发现没有，在这一段的流程中，真正谈得上有危险的战斗，只有中间的 BOSS 战。无论是拟态还是毛虫，都不会对玩家构成威胁，但玩家自己却没有安全感。从剧情种下对拟态的恐惧，到迟迟没有出现威胁的怀疑，再到获得炸弹的安心，又到通道破坏的紧张，然后又是一段平复心情的探索。接着游戏突然亮出了 BOSS， 一般打败 BOSS 就意味着暂时的安全，结果游戏利用毛虫的进化和场景的破坏，再次扭转玩家的心态，然后拟态出现，达到了高潮。最后回家的路上，还不忘再次利用毛虫的变化，继续保持紧张的氛围。那我们的情绪呢，始终都被游戏拿捏得死死的。仅仅20分钟的流程，就经历了多达8次的上下起伏，代入感能不好吗？既保证了故事上的冲突，又不会让游戏陷入强引导的机械操作。这就是融合这一代对于如何在线性操作中模拟银河恶魔城探索体验的答案。那至此，银河战士的叙事完成了从说明书上的介绍文字，到引发玩家思考的点缀，再到丰富角色创立经典的独立，最终和游戏玩法融为一体，无法分割的蜕变。这一系列进化让原本冷冰冰的萨姆斯一下子丰满了起来啊，真的挺丰满的。那这次我们之所以会想要做银河战士的视频，就是因为最近重新玩上了 Wii 上的另一个 M， 它同样是一款非常注重剧情并且和融合渊源颇深的作品。我发现自己对这个系列想得起来的、最怀念的，一直都是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叙事氛围，而不是游戏如何引导玩家，关卡有不有趣。我相信多年之后啊，没有多少人还能记得这个视频前面唠叨的那些细枝末节，但我也坚信，一定还有很多人忘不掉萨姆斯和 Baby 的相遇，忘不掉 Baby 牺牲自己的画面，忘不掉一个名叫亚当的 AI 指挥官，因为这就是故事的魅力。银河战士仅仅4部作品就呈现了一个品类4种截然不同的方向。我们不知道如何概括银河恶魔城，或许正是因为它的体验之丰富，无法一言概之。这也是为什么现在那么多同类游戏不断挑战和探索这个类型还有什么可能的原因。虽然银河战士4目前看来还是遥遥无期啊，但我真心希望这部魁别多年的新作可以带领我们继续寻找银河恶魔城的新方向。
1、2、3、4、5、6、7、8、2。我来了，还给你带了2个礼物哦。哇哦！七夕节送一份最好的礼物给他吧，阿米洛鸳鸯娘机械键盘，键盘艺术家阿米洛。